大家好啊，这两天网上有一条太极拳大师和北京某拳馆拳击教练用拳击规则比武惨遭失败的消息啊，呃，引起了中国武术，特别是传统武术的爱好者以及吃瓜群众的热议啊。那么呢，我呢，今天想在这里谈点自己的观点吧。我先把这个视频给大家放一下啊，先看一下。练太极的老师怎么才能打败泰森？在第一时间、第一接触点，他的输出的能量要大于对方，他才可以赢，而不是靠所谓的有克刚啊，不是这样啊。本质上还是大力打小力，而不是小力打大力。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跟泰森的拳头比呢？一个普通的人的爆发力、他的肌肉维度、力量肯定不如泰森。如果泰森抡圆胳膊和一个普通人打，那普通人是打不住的。但是泰森是抡圆了胳膊，而你是用腰去对付他手腕的力量，或者是肩膀的力量。我们从扭矩、从力量、从力学的角度上讲，你是可以大于对方。就好像泰森用手去拧螺丝，你用一颗扳手去拧螺丝，你肯定比泰森拧得更紧。泰森如果打的是四拳呢？他四拳的力量只会更小，而不会更大，你就迎着他去就可以了。那你做什么动作？就迎着他嘛，他怎么刺你，你怎么刺他，就相当于他用一根筷子去刺你，而你抱着一个木桩去撞他。那泰森的速度很快，你怎么能保证你的速度比他还快？我可以保证，起码我可以做到不比他慢。拳击的距离，对啊，两个人之间至少也是1米以上嘛。也就是说，在1米到2米的距离内，你的速度跟泰森是一样的。我还可以缩短嘛。他就先出拳都不要紧，他出拳，假如他的拳离我是1米的话，他加上他的步伐移动，要在1米的距离内打到我，而我呢，我只需要去碰到他的拳或者是胳膊就足够了。那这个距离我比他还短，因为他的拳是奔着我的头或者躯干来的，而我第一目标是奔着他的胳膊拳，就是我离他的距离比他离我的距离要近。那说你认为他打到你以后，他打不进？他永远不可能打到我，因为他设定的目标肯定是我的头和躯干，他不会防守他的胳膊，胳膊是用来击打或者是阻挡。你要打他的拳头？对，可以，或者说我只打他离我最近的身体部位。通常他的拳、胳膊是离我最近的，而不是头。打泰森的拳，第一，他的拳很猛很快；第二，他被击中拳头之后，也不会对他造成伤害。那你怎么取胜？比如说一个人崴脚了，并不是地面主动去伤了他，是他自己伤了自己。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泰森出拳打到您，他自己会受伤？对，我打他的前提是让他失去重心、失去平衡，在他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情况下打。只要我们俩一有接触，一有身体的接触，我大概率会让他失去平衡，而且同时还可以击打他，而不是先让他失去平衡再打他，那就成了摔跤了。那你怎么才能让他失去平衡？他只要用爆发力、用肌肉的力量，他发力的重心点肯定是比我高，而我的重心是远远低于他。就好像两辆车对撞，只要你的车的肩胛结构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谁的重心点低，谁就赢，谁就可以把对方撞翻了，跟吨位没有关系。你的车重心只要足够低，强度达到了一定的基本要求，那你肯定会把它弹翻。它速度再快，也是在我的神经反应之内，不会超过了我的神经反应。速度快，你可以反应过来，他的拳头到了离你很近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足够的速度去躲开，如何去对抗这一拳？我不需要躲呀，我迎着他撞上去就可以了嘛。也就是你还要和他对拳。对，就是个对撞嘛。这个对撞你是用什么部位去撞的？你是用身体还是用拳头？哪里最直接，哪里最快就用哪里，当然是在合乎规则的范围之内。不了了。呃，我们这个他的比赛的这个实况，以及他讲到的他的理论啊，我们刚才都看到或听到了啊。那么
这位太极拳大师呢，他姓古今年54岁，身高1.8米左右，体重79公斤，来自山东烟台。据称已经研习了实战太极拳30多年了，并且现在是传统武术的一个网红在这之前呢，他已经做了很多期的视频那么他自己称呢，可以用自己已经研习的太极拳技艺打败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泰森那么由于北京赑弢拳馆的徐馆主是吧？不赞成这古师傅的观点，于是二人呢就相约以比武切磋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各自的观点赑弢拳馆呢派出了自己3名拳手也就是徐馆主他手下的3个拳手吧。那么请古师傅任意挑选其中一个作为比武的对象。那么分别是52岁63公斤的吴某36岁96公斤的姜某和29岁73公斤的张某。那么古师傅呢选择了身高1.7米左右69公斤的姜某从年岁上看古师傅和这个姜某呢两人相差18岁。那么从身高和体重上看呢两人分别是10公分和10公斤，也就是说古师傅比这个姜教练呢要高出10公分重10公斤。那么从客观上讲古师傅的年龄是偏大了点那么但是他的身高臂长以及体重的优势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年龄偏大的不足。但是二人上台呢比了不到1局场面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那么自称可以打败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泰森的古师傅被打的是一败涂地是吧？提前认输了体力不支那么于是乎呢关于太极拳大师这个丑闻吧，那么再次成为2024年中国传统武术的代表性笑料那么就这次比武的事件是吧？我在这里想以我自己的视角谈谈对太极拳实战性的观点那么首先呢，咱们就事论事无论怎样，我都觉得这位古师傅对于太极拳的执着、追求和热爱，以及他勇于实践的精神表示赞赏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的尊敬。其次呢，我们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古师傅具有一定的太极的功夫，他还是有一定功夫的并且他可以看得出他研究过拳击，并有一定的技击的水平举例来说那么古师傅他通过一定形式的接触点上的发力采用太极拳挤或者捧的技术，这都是8法的技艺了是吧？以及通过搂抱这些动作作为沾筋连随的一些过度的动作来动摇对手的根基是吧？
这是他的自己的观点吧，和他的实践是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他的这个实践呢，也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是有效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和对手坚持了将近2分钟的原因啊。因此古师傅呢，比起马保国老兄来说，那是要强很多了，是吧？第三呢，我们必须承认，毕竟古师傅已经年过50，他54岁了，是吧？而且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素质呢，也就是一般啊。那么说实在的，是吧？古老弟没有经过这个系统的体能训练，特别是没有进行过无氧运动训练的，这一点是可以从这个比赛当中看得出来的，是吧？那么因此2分钟左右，他的体能储备就已经基本上耗尽了，是吧？所以在这之后，他只好趴在拳台的围栏绳上投降否则的话，他只能是给对手当沙袋打所以客观的说，是吧？古师的心肺功能平衡能力灵活度、协调能力以及抗击打的能力都很差。那第四呢，古师傅的太极拳沾黏连随的技术呢，在这次的抗拳击的实战当中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失败的那么致命的弱点呢，是包括古师傅在内的，是吧？太极拳习练者基本上都缺乏对自己头部的保护意识，而且对头部的防护能力，也很差，那么下面呢，我想分6个方面来谈谈我对太极拳实战性的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呢，不一定对，是吧？因为希望我欢迎这个有不同观点，咱们探讨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目前大多数太极拳习练者都没有相对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相对性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们知道太极拳论是太极拳的经典理论在太极拳论中他说：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是吧？那么这个道理呢，是不错，是吧？但是这动急是急成什么程度，速度是什么，在这个经典的拳论里头没有明示，是吧？也不可能明示因为它是古典的理论，是吧？所以呢，很多太极大师呢，在正常速度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师给学生说手表演等等各种技法应用自如，是吧？那么有些这个朋友，是吧？就说这都是配合假的，其实也不一定是配合，也不是假的。有些大师确实是很有功夫的，但是为什么一旦真正遇到对手快速有力的攻击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筹莫展，是吧？这个一败涂地呢，是吧？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缺乏相对性的概念举例来说吧，当这个魔术师变魔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魔术师他魔术是假的，
但是魔术师的手法，他的功夫是真的，因为他的手法，他的动作的速度是吧？他们超过了我们眼睛的反应速度。我们知道我们反应的速度，是每秒25帧，也就是说1秒你变换断续的25帧，你在25幅这个变化之下，你可以看出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出它的一幅一幅的动作。当你到25幅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无法看到断续的东西，我们就只能看的是连续的这个画面。那当你的运动速度超过了25帧，每秒25帧的时候，那障眼法就出现了，是吧？假的就变成真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它蒙骗我们的手法，是吧？这个同理，是吧？这个太极拳的习练者，我们通常在推手以及散手练习的时候，我们的运动速度呢，据我观察都比较慢，啊，那讲手啊讲的很有道理啊，这样啊那样啊，这样变那样变啊，他可以说他这个用鼓励啊，一瞬间等等，但你毕竟你在转换当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啊，而且很多太极大师在说手或表演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找学生，那么这些人呢，一般都处于配合或者喂手的什么缓慢的这个运动状态，是吧？手给你放着，给你大师用，是吧？很听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他们的运动速度都是远远低于每秒25帧的速度。因此，那当然了，他们怎么变，你大师可以从容的，我们说听出对方的来路，或者是近路，是吧？它的方向等等，他可以从容的对付，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那么于是呢，太极拳的沾筋连随啊，引筋落空啊等等吧，还有八法、彭律几案、材料九靠，是吧？就可以运用自如，是吧？那么问题是，一旦当对方不配合你，那么突然加快进攻的手法的速度以及力度，而且快速的这个整个的全身快速的攻入、快速的退出的时候，那你这些太极大师们通常一般的就是当众出手一筹莫展，是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对性的意识他们不了解这个速度，在从25帧每秒25帧变换以下到达到25帧，已经超过25帧，他们怎么样来面对？他们没有这个训练，是吧？他们眼睛根本就观察不到，是吧？我在这儿再说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你说，拳王这个梅威勒是吧？美国的拳王，他全胜，是吧？大家都说他的防守技术很好，实际上为什么？因为他在观察对手的速度，他在这方面的训练程度出众，是吧？你速度再快，他可以有这种敏锐的感觉，他可以感觉到你的方向，因此很多都打不到他，是吧？那么所以说呀，四两拨千斤啊，我们说是相对的，你分对谁，是吧？速度怎么样，力量怎么样啊？你在速度和力量都比较慢、比较小的时候，你可以应用自如的那些功夫、那些手法、那些技法。当速度和力量超过了相对的这个阈值也在他们门槛的时候，你就会
你就会笨手拙脚，是吧？你就会应付不了，是吧？拳论里头讲说，观豪志能御众之形，显非力胜他这讲的是说一个年老者他可以抵御众人，是吧？他是在讲这个道理，说是显非力胜是不是以力量取胜，但他并没有讲是哪位这个谋志，是吧？有说哪位有具体的人吗？另外他也没有说抵御了哪些乌合之众，他讲的是这个道理，真有没有这个事情，那另当别论了，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中国传统武术我不是在这里这个挑战，是吧？某些这个前辈或者大师，是吧？但是我对一些传说呀，我持怀疑的态度所以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我的认识这个缺乏相对性的概念就等于是作茧自缚我们是井底观天，是吧？很多的太极拳的习练者，很多的包括一些大师普遍存在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弊病和这个心理上身体素质上的弊病那么第二点呢，我要谈的就是太极拳的理论呢，我认为缺乏对人体大脑这个司令部做有效防护的指导。我读了很多这个经典理论，是吧？都是在讲身上、腰上，是吧？松腰，坐胯，是吧？怎么样齐根在脚等等等等，但是对于大脑这个司令部，是吧？你如何的保护，几乎我找不到，是吧？你像力如平准了，活如车轮沾筋连损，引筋落空这些理论都很好，是吧？但是你需要了解所有的这些技能这些功夫都是在我们大脑这个司令部的指导下才能实施的。你如果司令部被毁了，你还谈什么这个人不知己我独知人呢？人不知我我独知人呢？是不是？你讲太极拳讲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吧？你在大脑都被毁的情况下，你不要说这个知彼了，你连知己你都不知道，你全给打懵了，是不是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方面呢，我认为太极拳呢，这个咱们从有氧和无氧运动来切入，是吧？太极拳无疑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这是不容置疑的它对人体心血管循环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全身的免疫系统的保健作用它是毫无疑问，是吧？它是有这个积极的作用的，是吧？很多练太极拳很多年的这个，我们说是练家子吧，都应该说是这个有所体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太极拳这个在中国来讲，或现在在世界范围来讲都非常受欢迎的原因，因为它对人体的整体的免疫力、整体的这个健康水平是提高，是有这个积极的作用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说太极拳本身
它不是无氧运动，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人反对啊。你说陈氏太极拳，它这个它快慢相间，它发力怎么的？我们很多有些人在讲究什么内家拳、外家拳，强调我们内家拳是筋骨之力啊，发力怎么等等。但是你没法否认，你太极拳它不属于无氧运动，是吧？你越省力，越不动力，你越达不到无氧运动的效果，是吧？那么有些人他说哦，我可以太极拳，啊，我可以快练，啊，那确实我不否认，你当太极你不论是什么事，你练到相当的速度的时候，它的快慢相间、刚柔相济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它的这个激烈程度也出来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达到无氧运动的效果，是吧？那么我认为呢，我们太极拳界普遍缺乏无氧运动的训练。无氧运动它是在你的血液养分暂时跟不上的情况下，你自己身体体内糖原它能不能代替输出一定够足量的这个能量供你使用，是吧？无氧训练应该你的持续性，它的耐力应该在1分钟以上，是吧？好的应该能够达到将近2分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拳击也好啊，这个综合格斗也好，是吧？特别是拳击吧，啊，3分钟2分钟3分钟一局，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激烈对抗当中，啊，我们缺乏了血液的养分的供应，需要进行无氧的这个状态来对抗，所以说我们应该了解，是吧？这个一个没有受过无氧运动训练的人，他在短时间内他是没有办法将肝糖原迅速补充到血液当中去的，是吧？他没有办法适应激烈的这种体能上的消耗，激烈的这个体力的对抗，是吧？这个这一点你不要说我们人类，你就是在这个动物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动物在打斗啊，无论是野兽，它的这个虎豹、狮子也好，他们在打斗当中，最后两个这个对手就趴在那儿不动了，你看我，我看你，为什么他动不了了？他没法动了，因为他体能全部消耗尽了，啊，他需要他身体里面的血液再吸收一定的氧，来提供再一次的能源补充，是吧？我们所需要的训练的就是这种无氧状态下我们自己的耐力，是吧？我们从这个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古师傅在1分钟之后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他体内储备的全部体能，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2分钟的时候，如果说是没有这个拳击围栏绳，他只能是躺平，在拳台上任人宰割了，是吧？是吧？这个就是这么个状态，是吧？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吧，是吧？那么第4点呢，第4方面我是认为这个我们太极拳呐，我们的习练者因为我们的双手是太极拳作为太极拳的技艺来讲，你的听拿画发你的进攻也好，防守也好，你的触角是什么？是你的双手食指，是吧？那么你的双手食指，你的触角如果被斩断或者失去知觉，你根本就没法感知对方的动向他的意向，
是吧？所以说我们太极拳如果说是太极拳训练的这个习练者，你一定要去跟人家去这个比武的话，这个食指应该尽量的分开裸露，是吧？以便充分的感知对方的意向和动向，是吧？所以我建议太极拳习练者呢，应该尽量的避免戴拳击手套与拳击的习练者比赛，啊，因为你等于把自己的长处这个变成了短处，啊，跟对方的特长去比。所以说，我认为这次也是古师傅这个惨败他的这个原因之一，是吧？你去戴上拳套，你完全是束缚了自己的双手，啊。所以说，如果你能达成协议呢，最好双方采用裸拳比赛，啊，我们裸拳，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掌用指，是吧？踩咧肘靠、踩咧等等，你都可以用了，是吧？你否则的话，你戴上拳套，你怎么去听啊？你当然可以说，你说我全身都是点儿，我全身都可以听，但是你的食指是你的触角，是吧？这点很重要啊。那么根据太极拳技术特点呢，我认为太极拳的习练者比较的适合于与摔跤、柔道这些习练者比赛交流，是吧？而不适合于所有的戴全防护手套的其他的各种武术的交流，是吧？因为你的太极拳的化劲，是吧？这个引进落空等等，你的这些技术，你有相当的功夫的话，你可以跟摔跤的习练者、柔道习练者，这个达成相当的势均力敌的状态，是吧？但是有一点，这跟这个在地面的格斗的时候，你是八心柔术，这个不行啊。你必须要习惯，要懂得对方他是强力的这个控制啊。你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你是不行的，你只能是被人家这个降服啊。那么，我觉得太极拳啊可以参与综合格斗的比赛交流啊，因为综合格斗呢，它是戴的是分指的露指的手套啊，你的手指头是露出来的，分开的，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太极拳呢是可以与综合格斗的对手啊进行比较的。因为在这个搏斗当中呢，太极拳的捧举挤压呢、踩咧手铐这个松缠弹斗是吧？等等，以及引进落空的这些技战法都可以在近身的缠斗当中得以实施啊。那么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太极拳习练者如果要是想进入综合格斗的话，你必须要经过拳击、泰拳以及巴西柔术的综合训练啊，你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训练，最起码你的身体的体能的训练，你要能够过关，是吧？我指这过关就是指这个无氧运动的训练啊。那么第5个方面呢，我认为目前中国太极拳的推手比赛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认为这个目前这个推行的这种比赛对于这个依照经典的太极拳理论去深化修炼的方向是有很大的干扰的，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当中，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经典的理论去做，是吧？还是那句话，相对性，因为它的相对性，它的力度、速度等等产生了变化，你就没有办法啊。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呢，我们这个当然不否认太极拳在养生健身方面的功效，是吧？但是究竟是把太极拳作为一种有益于理论的探讨，并且有益的这种娱乐的手段啊，还是把它作为一种传统武术对抗竞技的训练手段？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认为起码在中国的范围内还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啊，也没有统一的规范，是吧？你推手毕竟不是散手，而且推手现在中国也有很多方法，是吧？有教学式的推手，有这个切磋式的推手，有研讨式的推手，有比赛的推手。那不同的推手，那差的就千差万别了，是吧？跟你的心态还有很大的关系，是吧？那么我个人呢，我倾向于认同前者，也就是说，把太极拳作为一种娱乐的手段为好啊。就是那句老话，它是个玩意儿啊，你玩玩可以，是吧？你一旦条件变化了，相对来讲，这个各方面都困难了，那就不行了，是不是？那么，因为这个太极拳呢，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修炼呐，以及养生啊，它的关联性更多一些，是吧？你把它作为竞技对抗的武术啊，难度就比较大，是吧？那么我在这里先声明一下哈，也就是说，以太极拳为名的，那么现在的一些国家的就规定套路啊，竞赛套路啊，那另当别论啊，因为这些这个竞赛的套路啊，规定套路啊，它毕竟已经体操化了，或者说舞蹈化了，它已经不属于传统的这个太极拳的这个理念了啊，它主要是为了这个腿踢得高，是吧？姿势优美，动作好看，它主要是为了观赏的，是吧？最后第6个方面，我来谈一谈。那么也就是说，基于以上的5个方面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呢，目前太极拳的实战价值呢，需要重新定位，或者我们换个说法，也就是说，太极拳的实战价值呢，它有待进一步发展啊。我相信这个说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吧？那么这一次太极拳古师傅在北京的这次比武的案例呢，已经充分的证明了，是吧？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呀，是吧？那么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件事儿呢，深刻的反省，是吧？那句话说得好，是吧？本是舍己从人，多误舍近求远。这次古师傅的这比武的案例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最后呢，我想来谈一谈，是吧？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对古师傅的这个盼望吧，啊，这个别的就不多说了，是吧？我愿意以《太极拳论》当中经典的一段话与古师傅，也与
我们的各位的爱好者共勉，是吧？他是这样说的，是吧？偏沉则随，双重则滞啊。每见数年纯功不能用化，虑节字为人治，双重之病未悟耳。希望古师傅呢能通过此次比武的这个经历吧，痛定思痛，是吧？我们化勇为蝶，是吧？我今天就谈到这儿啊。以上呢就是自己的一个个人观点，属于一家之言啊。我欢迎这个不同观点的讨论，是吧？谢谢大家。